快门速度跟 ISO 波轮的手感都做到了不一样。哇哦，就是越用跟它感情越深这种机器，你知道吗？除了 P 档之外，还给了一个自动挡，最值得购买的尼康相机。今天去从来没有去过的西湖边的一个景点，终于要到了。有蛇啊！冬天应该没蛇吧？有鸭子。走到了侧面，武状元坊。梅花三弄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看过这个电视剧吗，美女？感觉拍出来都比较一般，40毫米也比较难拍这种大景，拍不好开始怪镜头了。下一步就是看镜头，下一步就是买镜头，服了。到处都是这种凋谢的梅花树，不敢想象春天得有多美。这地方很会挑啊，在这儿隐居。OK， 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叫玉湖湾，西湖南部一个非常小众的景点，景美人少，但是我错过了那个梅花的花期。我是3月初去的，花期是在2月初，梅花全开的时候应该非常漂亮，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玩一下。主要人少，你知道吗？那尼康 ZF 已经到手了4个多月了，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使用感受，包括尼康 Z8我也在用，这么一圈用下来，真的尼康 ZF 是现阶段个人觉得最值得购买的尼康相机，尼康全画幅相机。首先它是一台多形态的相机，这个就非常的吸引人。你看我现在挂根绳子也不装手柄，搭配的这个复古镜头40毫米 f2， 整个就非常有老式胶片相机的感觉。那如果我搭配一个这种大变焦镜头，再装上一个兔笼手柄，就直接变成了一台可以工作用、干活用的机器了。想把它当玩具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当玩具；想拿来严肃创作的时候，也可以拿来严肃创作干活。这个是它最吸引我的一点。黑色镁合金机身，纯黄铜切削的波轮 ，ISO 快门速度，曝光补偿，3颗波轮的手感都是不一样的。这颗尺寸最小的波轮手感非常的紧实啊，这个手感不一样，可以理解，整个形态都不一样。这2颗长得很像的快门速度和 ISO 波轮的手感都做到了不一样。哇哦 ，ISO 这个转盘会更加的清脆一点，有点像机械键盘的轻轴；快门速度有点像茶轴。ISO 快门速度，哇哦！那传统的微单单反用习惯了波轮去调节曝光3要素，再换到 ZF 这种用转盘顶部的转盘去调节，速度会不会慢非常多？拍照会的。拍照速度会慢非常多，所以我现在都是把快门速度调节到1/3 step， 后波轮就是拿来调节快门速度的了。对，就跟我们传统的微单差不多。前波轮光圈 ISO 可以设成自动，或者说只有 ISO 去转盘调节，这样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比如说开机，咔咔调 ISO， 咔咔调 ISO。ISO 不需要调的时候，一只手就可以调节快门速度和光圈了，跟传统的微单单反没什么大差别，速度也可以提到非常快。当你需要静下心来，慢慢的去拍一个景物、拍一个人的时候 ，ZF 也提供了最纯粹的手动体验，可以吧？更不要说这个 ZF 除了 P 档之外，还给了一个自动挡，全自动，滤镜什么都不能调，全自动，全给你算好。我现在自动挡自拍一张，然后 M 档拍一张。
整个肤色就调焦了很多，我也不用去动白平衡，不用去开什么美肤效果，直接挂到自动挡去拍人像，很方便这个自动挡。所以说虽然给了2个手动波轮，但平常自己用起来是非常得心应手，非常的快，非常好上手的，完全可以给它自定义成自己的相机，从外观到设置到操控到颜色，这个皮也可以换，可以让它变成你的形状，就是越用跟它感情越深这种机器，你知道。然后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脆，哪都脆，黄铜波轮脆，快门脆，开关脆，很爽的相机用起来。而且它这个机械快门脆特别脆，那个震感特别好。那这个时候才录视频，按理来说应该会感受到一些首发开箱视频感受不到的东西，比如说一些细节上的小缺点，没有，没有。握持手感不好，这确实是不好，但我觉得好像没有复古相机的握持手感好的吧？为什么 ZF 会让人感觉握持手感不好，特别强烈呢？因为它很重，虽然说镁合金机身相对来说会轻一点，但是还是重，700多克吧，750克左右。装上大镜头，哇，那是真的难受。哎，其实哦，看久了好像也没那么怪了。整个机身没有手柄的突出，反而变成一个 T 字形，其实看上去还挺顺眼的。那搞了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好像 ZF 是个华而不实的这种相机，注重外观的相机哦，并不是。性能非常不错，它的这块底是经过多年多款机型的验证 ，IMX410劳模，因为全画幅的尺寸下2000多万像素的 CMOS 刚好能综合这个视频跟拍照，啊，全都要。照片的话，大家感受一下这种直出的样张。然后连拍速度方面，14张 RAW 每秒机械快门，然后30张 JPEG 每秒。让我们看看 Z8 的 ，Z8 是120张每秒。视频方面，4K 30帧有多少码率？我看一下，4K 60帧 H265 10比特340 Mbps，4K 30帧 H265 10位190 Mbps 左右。测试一下视频对焦，人，车，人，锁人眼还是非常强的。你们现在看不到那个锁在人眼上的框框，就是我在拍摄的时候可以看到，就一直在跟着我的眼睛。现在是索尼第一，佳能、尼康第二，已经可以这样排了。以前是索尼第一，佳能第二，尼康第三。那再来聊聊这一颗套机里的40毫米 SE， 非常够用。这卡口它是比一般的全画幅相机的卡口尺寸更大的，这个进光面积也更大，所以说镜头的画质都非常不错。加上 F2 大光圈，加上现在的对焦加防抖，非常够用。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颗能一镜走天下的镜头了，没有特别这种复古造型的。你看它这个银圈，哇，这一圈。加上这个凸起跟越野车的越野胎一样的波轮，底下还有一圈金属的装饰，这里整个就非常好看哦。这个镜头罩是我后配的，非常的 match， 有没有？这个40 SE 镜头，一个是它在套机里，套机会更好卖，加上这么复古的造型，中等偏上水平的画质，这么小的体积，平常出去逛逛街啥都可以带着。那加上这个24120啊，这就是我推荐的2颗镜头。然后这种腕带或者肩带，我也是比较推荐的。
为什么不推荐手柄呢？其实整个机身非常的好看，带手柄的话底下都会有一条东西，整个机身就变高了。对我个人来说会有点破坏整体的美感，但是装了手柄之后，手感真的非常好。这个尼康他们店里的 ZF 都是装上手柄的，他们自己都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平常运用波轮，另一只手会拖住相机的，其实也还好，不会太累了。好了，使用感受差不多就这么多了。它就是一台，别人如果让我推荐一台全画幅相机，问我什么全画幅相机现在买比较合适，我就会推荐这一台相机。同时也会推荐一些，比如说你偏视频啊，纯视频就会推荐 ZV-E1，或者说你拍人像非常多，那我就会推荐直出肤色更好的佳能262。28，但是我综合所有的个人情感也好，审美也好，我还是会推荐尼康ZF。就这么一台相机。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